老师来看待来讲，这部分真的会因为这一次的峰会，彼此在经贸过程当中的这些所谓的限制会因此解冻吗？我们请教一下小龙老师，您怎么看呢？我是这样看的，就这次会谈呢，可能是会让美中之间今后在非政治、非军事的层面，表面上有所缓和，但是美中关系的未来，现在就像我前面看到美国之音介绍这个何瑞恩的那段发言，我想把他的话再延伸一下，因为他呢讲话会比较的含蓄，我会把问题讲得更鲜明一点，就是说美中关系的未来需要从美中关系的核心层面去理解，那这个核心层面就是中美双方现在对中美冷战的认知和应对。那么对这个相对这个冷战状态而比较起来的话呢，签证问题、贸易问题都是第二位的，比较次要的事情。也就是讲，美中关系能不能解冻，需要看核心层面的冷战问题。如果冷战双方中没有一方撤出，或者没办法撤出，那么比方讲，中共说我如果坚决不停止冷战，美国也就不能撤出，因为你要被他压住的。所以如果冷战双方这个格局固定化了，那么所有其他次要层面的双边关系是无论如何都化解不了这个核心层面的冷战对抗。那么我现在就准备就这个中美冷战格局这个核心层面做一些分析。这样话说呢，希望说能有助于大家了解一下目前双方的状态。那关于中美冷战，美国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可以从3个层面来观察，或者说是从冷战应对战略的3个基本方面。首先就是双方对彼此处于冷战的认知，那表现就是说双方是不是公开视对方为冷战对手。那这种认知呢，不一定是非要公开宣布进入冷战状态。实际上美苏冷战也没有哪一天正式宣布过，就这么样开始了。换句话讲，就是在冷战双方进入冷战之后，他们口头上的言辞表达，有的时候反而会是一种策略运用，目的是软化冷战对抗的程度。但是呢，彼此对冷战状态的认知，更大程度上是用行动表达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不是言辞，而是行动。那么其次，冷战应对的战略有第2个层面，就是双方是不是认为彼此已经可能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双方是不是已经有了冲突防范意识，并且呢把双边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部分确定为冲突防范。那第3个冷战应对方面的层面就是，如果双方都确认未来可能发生军事冲突，那么冷战当中的首要之务是保持冷战状态，避免冷战因为冲突而引发热战。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就是因为双方都是核大国，所以如果双方直接发生热战，后果可能是引发核战，那么双方都会毁于核冲突。那么如果用冷战的框架来看今天的美中关系我们可以讲，这次美中会谈其实是完全按照冷战双方的互动规律来进行的，而且呢，会谈的结果是把美中关系定死在冷战框架当中了。也就是说，可以讲通过这次会谈，中美或者说美中关系从此正式进入了冷战状态。那我这样讲有没有根据呢？我先从刚才讲这个冷战应对战略的第2个层面谈起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关于美中双方是不是认为彼此可能发生冲突，那么双方是不是有冲突防范意识，并且把双边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部分确定为冲突防范。那这方面美方的信号已经明确的不能再明确了。我记得在11月10号我们的震惊最前线节目里，我提到过说，美国的军事体制和2000年以前中华民国的军事体制一样，也是分成军令和军政系统的。那美国军令系统的指挥机构呢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就相当于2000年以前台湾的参谋本部。那么在11月10号那个节目里，我介绍过说，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10月27号在电视采访中证实，
中共军方正最近8月份进行的一个进入太空轨道的高超音速武器实验，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非常接近斯普特尼克时刻，并引起我们的全面关注。那么我也提到过，就是斯普特尼克时刻呢，是冷战史当中的专用名词，代表着冷战中的红色大国在核弹头的远程投射工具方面取得了研发方的重要突破，让美国的国家安全陷入危险。那么对中共的这个高超音速武器试验，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和副主席在我们上次节目之后又2次表态，而且比米利上次那种用斯普特尼克时刻来比喻这个说法表达得更加明确了。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还是刚才提到的米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1月12号，他在美国访问 Duke 大学的时候发表一个讲话，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的军事威胁，中国在导弹和核能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是他说呢，美国也在继续发展各种各样的能力，这就是扩军备战，而且是以核武器和核武器的投射工具为主要的内容的一个扩军备战。那米利强调，美国需要密切关注中国，这对我们未来几十年无疑是一个警示信号。米利还再度提到了近期美国热炒的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啊，类似2021年夏天中国试射的这一类武器的速度极快，美国呢还没有能力防御呢。然后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11月16号公布了这个美军的第2号人物，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副主席 John Hyten 将军对他的一个专访视频报道。那在这个专访当中， Hyten 将军又一次提到了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以及中国建造导弹发射井这个话题。 Hyten 说，他们发射了一枚远程导弹，它环绕地球1周，并释放出高超音速滑翔器，一路滑翔飞回中国，并击中境内的一处目标。当被主持人问到说这枚导弹是不是准确命中这个预定的目标时候， Hyten 的回答是足够接近了。除了这个高超音速武器， Hyten 还在节目中说中国正在兴建数百个导弹发射井的消息。然后 Hyten 进一步明确警告，考虑到中国的这些行动，这意味着，我下面引用 Hyten 的原话，中国有一天可能有机会对美国发动突然的核打击。他们为什么要发展这些能力？他们看起来就是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武器，在我看来，这些武器就是这样的。那这2个美国军令部门的1号、2号首长的权威性讲话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直接负责作战的美军最高指挥官反复多次的表明，美军对中共的军事威胁已经非常警觉，认为彼此确实可能发生冲突，甚至是核攻击。那么另一方面，这是军令部门，那白宫还有国家安全顾问像萨勒文，他们安排这次拜登习近平会谈，展现出来的也是非常明确的应对冷战对手的程序，这个美国经常把它叫做 protocol。我下面再介绍这个萨勒文11月16号在 Brookings Institution， 就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个现场研讨会上，他是这么介绍的。他说，拜登总统和习主席还讨论了一些沟通不畅或误判可能导致关系面临挑战的领域。拜登总统明确表示，他认为中国的某些行动有可能破坏稳定。他强调有必要管理战略风险的方法，并建立常识性的护栏，以确保竞争不会偏向冲突。萨勒文说，拜登总统在这一点上经常引用他父亲的话，他的父亲曾说过，唯一比有意的冲突更糟糕的是无意的冲突。那拜登总统那天晚上在这个视频会上再次向习近平强调了这一点。那么这番会谈当中，拜登的这段话有几层意思。首先就是暗示中共的这个扩军备战和军事行动将破坏现有的东亚地区稳定，引起双方的武装冲突。那其次是美国强调自己这一方具有明确的冲突防范意识。拜登已经反复讲过多次，
萨勒文还有国务卿也都讲过多次，美国不谋求冲突，但这不是说美国会被动挨打，而是说我知道你想制造冲突，那如果真发生冲突，肯定是你挑起的，这是他的真实的意思。那么第三层意思就是，拜登的意思是，美国反复强调要设立防止冲突发生的护栏，这个意思也很明确的警告对方，如果你不顾美国的反复警告和善意的这种冲突防范建议，后果将非常严重。那么第三层的意思，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冷战应对战略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对冷战动向做出应对。换句话讲，既然双方未来可能发生军事上的冲突，那么冷战当中的首要之务就是保持冷战状态，避免冷战呢因为冲突而引发热战。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呢，就是双方呢都是核大国，所以如果双方直接发生热战，后果就是引发核战。正是因为为了避免双方爆发冲突，所以双方呢会进行一系列外交活动，目的是软化关系，并且最好是建立一套双方认可的冲突防范协议或者某种形式的声明。那美苏冷战期间呢，双方都有大量外交活动来软化双边关系，但是外交活动只是冷战双方互相展示笑脸的一面。如果以为这个笑脸就能解决问题，那就太傻了。就像以为双方互称像老朋友，中美关系就烟消云散，那太傻了。那冷战双方的另外一面就是，同时双方都在扩军备战，在加紧扩军备战，要用精力提升去压倒对方。今天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国防部已经对3大这个飞机制造公司下了订单，要他们尽快研发出来防范中共那个超高音速飞弹的这个武器防御系统。这说明中共试验了这个核武器新的投射工具以后，美国这边马上开始应对，开始订货，就是像我们前几次节目讲到过的，中美冷战升级了。那么这次谈判谈的是护栏，也就是说正是在用冷战的应对程序、应对战略，要求对方在谈判当中这个避免发生冲突。那么扩军备战是为了让对方不能在万一爆发的军事冲突当中呢伤害到自己。但是呢，扩军备战的目的不是为去主动的进攻对方，这是就美国而言，中共不一定这样想。那么之所以美军扩军备战这个不是主动进攻的这个目的呢，它道理和避免冲突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扩军备战的真正目的是有效的自卫，这对台湾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么习近平有没有听懂美方的意思呢？我感觉是当时习近平没懂。那中共的智囊是缺少冷战专家的，就算有人懂一点，也不敢对习近平讲真话。所以我猜习近平在会谈之前显然不知道我今天讲的这个冷战应对战略的基本方面，所以他在会谈当中的应对是相当低级拙劣的。为什么讲是低级拙劣呢？首先，中共一方面是试图逃避自己点燃中美冷战的事实，假装他什么也没做。那么在核大国处于紧张状态的时候，用小孩子那种耍赖的做法，比方讲说，我没打他，他先打我的，这种讲法在大国之间是低能的表现。那苏联在美苏冷战期间，苏联是从来不做这种低级动作的，因为这种动作会让对方藐视，也让自己失去尊严。中共呢，现在看来他是敢做不敢当，当面抵赖他点燃中共冷战的事实，更准确的讲这个点燃冷战的军事挑衅和军事威胁的事实，其实中共外宣的官媒逐项都报道过，网上现在还能查到。所以中共这种做了就赖的搞法，就像打架的小孩子欺负别的小孩，然后呢夸口说，你看我刚刚用刀子吓唬过谁家小朋友，结果大人来了，他小孩马上拿刀吓唬别的小孩的这个家伙小孩就马上耍赖说，我根本没刀啊，哪里吓唬他了？所以你听起来就是个小不赖。这是我讲这个中共这次会谈当中这个对冷战应对的这个
这个低能，那么其次就是中共还在捣蛋吧，一定要把中美冷战之下的这个美国的应对指责是玩火，其中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宣布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演习，而且明确在媒体上说是剑指珍珠港，这不算玩火。那中共宣布说南海的国际海域我要霸占下来，盖军事基地再封锁起来，这也不是玩火。我宣布用北斗卫星系统对美国实行精准核打击的导航支持，这同样不是玩火。我研发了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武器，仍然不是玩火。但是你美国做出回应就是你玩火。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人惯用的手法？流氓的手法。当年苏联在美苏冷战当中啊，也不屑于这样做了，那样太掉价了。中共实际上想说出来就是一个意思，就是只许我中共点火，不许美国灭火。那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啊。那么中共这个会谈当中关于冷战的这个应对啊，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低能的问题，就是习近平在会谈中讲了这样一句话，叫做希望美方把不打新冷战的表态落到实处。这句话呀，暴露了很大的语病和漏洞，但是国际媒体没有仔细去分析。为什么说有语病和漏洞？这句话的毛病在2点。第一点，如果新冷战根本就不存在，怎么会希望美国不打新冷战？这不无中生有吗？第二点，如果新冷战事实上已经存在了，那你要美国不要把打新冷战的表态落到实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你讲就算了啦，不要真做吗？这不等于要求中共是等于公开要求美国像中共一样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希望拜登的嘴上说要应对冷战，行动上一事无成。我们不说这种期待本身何等的荒唐，光说一个大国向对手提出这种要求，不是显得既滑稽又可笑，这是明显有损国格啊。但没错，这个话当真就讲出来了，而且中共官媒报道了，没有意识到这个话有大的语病。也就是讲，中共没有意识到这种话在大国外交场合讲出来丢大脸啊。懂一些外交礼仪的政治人物都不愿意这样说出丢人的话来的。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追问的，就是这次美国按照应对冷战的基本战略来会谈，美国的意思中共在会谈中听懂了没有？我刚才前面讲到，当时习近平没有听懂，会谈以后听懂，但是呢，中共故意装作不懂。我说他听懂了，是因为中共的外宣官媒在拜习会谈以后转载了刚才我引用的11月12号米利的讲话和11月16号海顿将军的讲话。这样的转载其实是婉转的通知美方说我们晓得了。那如果是换作苏联，做法肯定比中共这一套要高明。比方讲，苏联首先会光明正大的承认说我们就是处在冷战状态，其次呢，苏联会明确表示说我们也同样不希望冲突爆发。再一个就是苏联会与美国反复认真的讨论防范冲突的建议，而且签字以后认真遵守，绝不会偷偷摸摸说一套做一套，暗中的故意违反。这就是苏联这个冷战高手、冷战老手比中共这个冷战新手高明的地方。那么如果说美国在这次会谈中以这个冷战问题为核心，这个会谈有什么收获？我觉得这个中共呢，确实是没有明确的公开的正面回应拜登提出来的美方要求设立护栏的这个要求，这个 guardrail。但是中共和美国是私下有互动的。那美国呢，在这个私下互动就是实际上就最近这2天，就拜习会视频会以后，中共和美国在会场上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今后双方这个军委副主席，就是中方的军委副主席可以和美国的这个军令部门的负责人可以直接通话联络。其实这个通话以前也有的，这次是正式确认，而且是让
这个军委副主席一级，中共过去一直逃避这个事情，因为中共的军委主席是习近平，他不可能出面去和美方沟通。那么军方的如果要是同意就冷战方面的动机目标能够在军方高层之间有限度的透明化，避免误判而导致军事冲突，表明中共懂了，他必须要这样做了，不然真可能有问题了。那么如果这其实就是美国在这次谈判中一个很重要的收获，把冷战开始以后维持在冷战这种状态，而不要升级到热战。那么台湾正好就希望这样的。那么其次，美国一个收获就是，向中共讲明了，就是在这个冷战的应对领域里头，美国其实已经按照应对冷战对手的这个战略来处理两国关系了。中美两国关系不再是单纯做生意，什么空谈什么友好，学生多来往，那已经不重要了。这现在是中美两国关系已经钉死在冷战框架里了。那么再一个就是美方也看清了中共的无赖嘴脸，就明白了不能够把无赖当君子对待。那么这场中美冷战其实对美国今后也是一个考验，因为中美冷战和美苏冷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对手换了，不光是换了一个国家，而且是换从君子换成无赖。所以美国怎么样应对，从他这次会谈当中已经这个拜登又明白了，所以我的感觉是今后再谈恐怕也不会有多少进步了，因为中共的反应是坚定的不肯退让半步，而且继续就台湾问题发出威胁，这等于向美国表示说，在冷战当中我是绝不妥让，绝不妥协，绝不退让，绝不妥协。那对美国来讲，你绝不退让又绝不妥协，还不断的威胁我，那么我们只有继续在冷战状态下互相扩军备战下去了。那这个不断升级就越来越高嘛。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无非就是设计一个护栏，大家双方沟通，避免真打仗。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这次这个拜习会谈，我的解读是，实际上中美关系已经定案了，冷战中的国家不会缓和，不会解冻，解不了了。冷战已经很冷了，有人现在把这次叫做寒战。我看到有一个这个寒冷的寒是台湾一位教授，台大的一个教授用的词。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寒冷已经不重要，它反正是冷就对了。